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示：看事的人是上面派来的任务，对吗？为什么佛教徒不应该听从附体者的指导？有人问：师父吉祥，我有一个老师兄，可以说他是从我学佛以来对我言传身教，并且对我影响最深的人。我对佛教的理解与思想也是他的灌输。在没有皈依师父之前，我对他是亦师亦友。他是我尊重的一位老师兄，他也在总巡每天看师父的开示，但是我总是不明白。他说看事的人是上面派来的任务，他根深蒂固的思想总是不能扭转的。我对他有很深的感情，所以也关心他，请师父对这位师兄所说的给弟子做个开示，感恩师父。智空禅师开示：一，他说的看事的人是上面派来的任务，基本是不对的。因为 A 关于异世界的事，诸天对娑婆世界的人的管理规则是不可以泄露的，如果泄露是破坏规矩的，这就是所谓的天机不可泄露规则。B 所有真神负责管理人间祸福的，既不会附体，也不会泄露天机来讲说各种预言等等。当然，附体预言也是规则不许的，所有附体者都是规则破坏者，一般都会受到惩罚。C 对民间附体给人看事的情况比较复杂，但大部分是精魅与一部分鬼所使，这部分如人间不受体制管辖的游民，受管束不大，除极少数不管不顾胡乱破坏规则之外，其他大部分所说也都一般会用隐晦的语言来说，达到如人间的打擦边球一样的效果，目的是既保持了不泄露天机的目的，又完成了遇事吉凶的事。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尽力保证自己免受天罚。D 精魅们说的都准确吗？不一定，因为他们的能力所限，小事偶有准确，大事肯定不准确。E 精魅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受用香火，或部分是多少以积累功德来修行等等。F 附体事件的结局，一般附体精魅泄露天机后会被规则惩戒，或被消亡、天雷劫，被附体者也会受泄露天机破坏因果规则的反噬，结局极惨，疯、残、死等。所以所谓看事的人是上面派来的任务的说法基本是不正确的，就算这句话是某某法师说的也是不正确、不准确的。2. 为什么佛教徒不应该学习和听从所谓附体者的指导？ A 看了也无意义。首先，如果看得准确，又没有办法改变有什么用？其次，真的给你有效改变的方法时，你怎么知道是真改变？因为他们一般所谓的改变基本都是转换一下而本质没有改变，比如让你得了财富但可能消耗了寿命，或者把你后半生的财运提前兑现等等，这叫什么改变？再次，也许精魅帮你也不是真帮你，他通过转移式的帮你，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还要去了你很多功德帮了自己，而你满以为修改的命运其实可能是明的得了3，暗的失了9，这样你合算吗？这能叫改变？所以所谓帮助根本对你的生命整体来说没有作用，甚至是损失。
B. 精妹们也都是在努力老老实实的想积累功德，修改自己的命运，努力获得其所谓上天管理者垂青，给他们一点做人的机会，或升更高天的机会，都要受雷劫，或转为其他生命的机会。那精妹们怎么会有权利给你赐福，凭空让你不积功德就修改你的命运？其实附体精妹如果可以凭空赐福给你，为什么她自己不凭空给自己更多功德，成就更好的修行果位？事实是，他们依然无法脱离自己精妹的身份，依然要受各方规则管辖，也需要实修功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C. 释迦牟尼佛也改不了业力，看看金枪马脉的典故就知道了。你觉得精妹们比释迦牟尼高明吗？ D. 因果只能靠积累善功德，广修福慧，来不同程度的解决，其他都是不正确的方法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依靠精妹有什么意义？ E. 佛教徒皈依的是三宝，你依靠精妹，就失去了三皈依的信诺，失去了佛教徒的资格，也就失去了三宝以及真正的护法的加倍与维护。所以结论是，佛教徒靠精妹既无意义，也不合适。3. 那么佛教徒对于业力怎么修？ A. 通俗讲，影响我们命运的是我们的业力，解决业力的办法是，首先用智慧了知它的虚幻性，除惑，解决产生业力的根源，对五阴幻象的错误的分别执着。其次，除发愿并且不再造新业以外，对已有的业力努力通过各种修行进行抵消和减弱，除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再次，对已发生的因果报应只有坦然接受，除苦。所以我们修行的目的在教法上讲就是解决以上惑、业、苦三个问题。B. 现阶段你们能做的最好修行方式是，首先听闻教法，了知佛法精髓思想，空性和次第的理念，明白修行的意义，懂得命运的根源，祸业苦的道理。其次，平时修一个具体法门，比如念佛持咒等，增长定慧，同时发愿临终往生净土。再次，随分随力护持三宝，可以有机会做各种功德回向，消除自己的业力，也回向开智慧和往生净土。最后，如果有福报医治一位有缘的善知识，会对自己修行的各方面有事半功倍的效果。4. 这次开始比较详细回答你的问题，即使由于这个问题涉及面广，解释比较复杂，也是为了同时集中回答其他更多人相同的疑惑，所以希望你们厘清迷惑，走正信佛教之路，